人类，万物之灵，最新一代地球化世人。距今为止，根据当前的研究资料表明，人类驯化的动物约有40余种，驯化的植物约有2500余种。今天，我们就回溯时间长河，聊聊人类驯化自然的非凡历史。在普遍认知中，驯化一种生物意味着控制它的繁殖周期，并将其视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专有资产。但有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例如常见的老鼠，它被称为家属，居住在我们的家里，但这群住客却很不受欢迎。这种关系属于偏利共生。又比如亚洲象，它在东南亚被当作运输工具，但却无法在圈养条件下繁殖，要维持圈养种群的数量，饲养者也就是象夫，只能通过不断捕捉野生大象来维持。有时驯化与非驯化之间的分界线还可能更加模糊。在一些驯鹿养殖场，鹿群会不断地与野生种群交换个体和基因，而在亚马逊雨林，一些树木看起来是野生的，但实际上却一直由美洲印第安人栽培和使用。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长达数个世纪。需要注意的是，驯化和人工养殖是不同的概念。比如很多渔场养殖的海水鱼，人工繁育的部分野生动物，比如梅花鹿，并没有产生稳定的驯化性状，因此不算真正的驯化物种。在历史的长河中，狼是最早开始接近人类的动物。这一过程至少发生在15000年前，甚至可能更早。从那时起，在东亚、近东和欧洲，通过创造吠叫之类的物种间交流新方式，以及在狩猎营地分享食物，狼和人类形成了所谓的混合社会。尽管人类仍然是狩猎者，但人还是学会了利用狗来寻找和追捕猎物，并喂养它们。有时还会把它们当作伴侣动物。所以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在13000年的西伯利亚地区和12000年的新月沃地。如果说狗是猎人的家畜，那么猫就是第一批农民的家畜。随着人类开始驯化植物，谷物的种植、存储和废弃导致了大量啮齿动物的繁殖，这吸引了家猫的祖先非洲野猫于11000年到12000年前在近东地区，也就是新月沃地被驯化。人类很快的就迷上了猫，不仅因为它狩猎老鼠的本领，也因为它所提供的陪伴价值。在塞浦路斯就有一座坟墓，墓主人和一只猫葬在一起。而除此之外，猫经由同样的过程历经了2次独立驯化，分别发生在5700年前的尼罗河谷，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国北方。中国北方的家猫来自于野生豹猫，这是当地的一种小型猫科动物，但这个东部分支没能延续下来。所以今天所有的家猫都源自黎凡特地区和埃及。畜牧业则出现得更晚，它意味着有蹄类动物的驯化。10500年前，从巴勒斯坦到安纳托利亚和扎格罗斯山脉、伊朗部分这片广袤的高原和丘陵地带，野猪、原牛、盘羊和野山羊分别经驯化形成了猪、牛、绵羊和山羊。2000年后，也就是距今8500年，野猪在中国北方再次被驯化，形成了中国猪种。不久后，原牛在印度河流域第2次被驯化，形成了流牛。接下来，在大约7000年前，牦牛在西藏被驯化。独立于旧世界之外的美洲也不平静，在7000到5500年前的秘鲁，圆驼和小羊驼被驯化为美洲驼和羊驼。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人与狼相互接近，属于互利共生，那么马和原牛的驯化则显然起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态关系，就是人类在数千年里对这2个物种的捕食。尽管人类杀死它们，食用它们的肉，或用它们驮货物、拉车，把它们当成坐骑，但它们的野生祖先都没有活到今天。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曾驯化它们，这些物种肯定也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因此，几乎所有的驯化都可以视为动物与人类之间原有生态关系缓慢而复杂的强化过程。人类对动物的占有，动物最终进入人居环境，或人对动物的剥削和虐待，都只是人类与动物混合社会发展的副产品。5000年前，家蚕在中国被成功驯化，这也为丝绸文明的兴起埋下了伏笔。4500年前，南亚次大陆西北部驯化出水牛，成为当地农耕生产的得力助力。4000年前，2个重要的驯化成果相继出现：中南半岛西部培育出家鸡，南美洲则驯化出番鸭。时间来到3500年前，罗非鱼与灰雁被纳入人类驯化的范畴。
3000年前，鸽子与单峰驼也完成驯化，在通讯、运输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直到1000年前，性情温顺的兔子也被成功驯化，走进人类的生活。说完动物的驯化历史，我们来谈谈植物的驯化历史。新月沃地是最早的驯化中心之一，率先驯化出小麦、大麦、小扁豆、豌豆、鹰嘴豆和蚕豆等作物，为早期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到了7000至5000年前，这片区域又驯化出亚麻、无花果、油橄榄和葡萄，进一步丰富了人类的食物与经济作物种类。几乎在同一时期，中美洲地区也开始了植物驯化。1万年前，美洲南瓜被成功培育。9000到8000年前，玉米再次诞生，成为影响全球的核心粮食作物。5500到4500年前，棉花、菜豆、辣椒和鳄梨也相继在这一区域被驯化。东亚的中华大地同样是植物驯化的重要发源地。1万到6000年前，水稻、黍、小米被成功培育，支撑起东亚早期农耕文明。5500到3000年前，桃和荞麦也再次完成驯化，丰富了本土作物谱系。南美洲的驯化进程也毫不逊色。9000到6000年前，花生、南瓜、棉花、棉豆和木薯被培育出来。5500到3000年前，可可、藜麦、菜豆和马铃薯陆续被驯化，这些作物后来传遍世界，深刻影响了人类的饮食结构。此外，非洲东北部也有其独特的驯化成果，高粱、西瓜、咖啡和棉花等作物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当地先民成功驯化。这场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从这方面来看，驯化物种不是人类单方面的征服，而是自然慷慨的馈赠，是人类与万物双向奔赴的共生史诗。好了，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观看。如果你喜欢，也请点赞加关注，这对我非常的重要。我们下期再见。